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世界杯32强淘汰赛头一波4场刚踢完，给老马看的直拍大腿。四星德国，世界杯4个冠军的主，点球大战连着仨没罚进，3-4被巴拉圭送回了家。德国队史头一回在世界杯点球输球，紧跟着荷兰1-1被摩洛哥拖进点球，2-3也掀翻了。一晚上，德国、荷兰俩传统豪门手拉手回家。这要搁往届，谁敢信豪门到了一片，剩下还活着的28支队，谁还有戏摸大力神杯？今儿个老马给你拉张表，夺冠热门榜从夯到拉 SSS 排到 F， 位置怎么定？看博彩公司开的夺冠赔率，那是人家拿真金白银算出来的，最有参考价值。但光给个位置不够，每支队好在哪儿，软在哪儿，凭啥配这格子？老马都给你说透，实事求是。按他们在32强出场的先后顺序，一支一支请上榜来。头一个加拿大东道主，自己家门口补时，92分钟1-0绝杀南非，进了16强。主场作战，气氛、哨子、时差全站着。小组赛对卡塔尔，乔纳森·戴维还上演了北美球员近100年头一个世界杯帽子戏法。队里拜仁的戴维斯，波尔图的尤斯塔基奥撑着，韧劲十足。可加拿大以前3届世界杯1场没赢过，这届首胜首个帽子戏法，首进16强全赶一块，活像个高考年年不及格。这回突然冲进重点线的孩子，核心戴维斯带伤，刚复出状态没满，后防一预定队就顶不住，1-2输给了瑞士，创了历史。可天花板就在那儿，走不远。加拿大 C 档第二个，巴西5星巴西，5个世界杯冠军，全世界最多，名帅安切洛蒂带队。锋线人才井喷，维尼修斯小组赛进了4个，身后拉菲尼亚、马丁内利、新星埃德里克多点开花，底蕴实打实的夺冠级。可开局1-1被摩洛哥逼平，磨合有问题，主力罗德里戈右膝十字韧带撕裂，整届报销。对日本被先进球，补时第96分钟，马丁内利才绝杀，2-1惊险过关，防线和把握机会都晃悠。更扎眼的是，巴西连续3届世界杯没进决赛了。2014本土那场惨案，18-22连着止步8强，底子顶级，可状态还没坐稳。巴西 A 档够得着，得自己再证明。第三个巴拉圭今晚头号冷门，把世界第10的德国点球4-3淘汰了，防守是真铁，90分钟加时死磨成1-1，门将吉尔点球大战连扑2个。南美名帅阿尔法罗掉的务实铁桶，球员个个肯拼，可他的进攻是这批出线队里垫底的。小组赛3场就进2球，阵中叫的上号的，一个是22岁的恩西索，这小伙是真有灵气。23年对曼城那季远射拿过英超年度最佳，还进了普斯卡什奖3强。只是国家队才踢30几场，经历浅，伤病还老找他。刚从布莱顿转去法甲斯特拉斯堡找稳定出场，潜力是真，还没完全兑现。另一个是在纽卡踢过，如今回美职联当队长的阿尔米隆，胜在老练。可论球星厚度，跟夺冠队差着段位，一被人压着，控球就容易破。小组赛被美国灌过4个，上一次踢世界杯还是2110年，队史最好就那年8强，还是被当届冠军西班牙淘汰的。之后16年没再来。赢德国靠死守家门，降神勇加点运气，典型能恶心人，走不远。巴拉圭 D 档给英雄掌声，论实力到这儿。第4个摩洛哥又一个爆冷主角，点球3-2掀翻荷兰，这可不是侥幸。222年世界杯他就杀进过4强，是头一支进世界杯4强的非洲阿拉伯球队，那套班底还在，队长哈基米，巴黎主力，25年非洲足球先生，右路一把尖刀。门将布努定海神针，这场就是他补点锁的胜局。哈基米自己那个点球还打柱罚丢了，球队照样赢，命硬。22年淘汰 C 罗葡萄牙的也是他，巨人杀手基因摆在那儿，可中锋点偏弱，效率不高。淘汰荷兰也是被先进球靠补时和点球过的关，右路太靠哈基米一个人。新帅刚接手磨合短，当今最有威胁的非传统强队黑马早转正了。摩洛哥 A 的第5个，法国整张榜唯一的 SSS 封神榜，所有博彩公司口径出奇一致，头号大热，5-2上下，断崖领先第2名。小组3战全胜进了10个球，姆巴佩对挪威进球后正式超过亨利，成法国队史第1射手，同场登贝莱。上一年的金球先生还来了个帽子戏法。
前场姆巴佩、登贝莱、奥利塞伊水世界级，拿放大镜都挑不出明显短板。要说软肋，这历史上更衣室巨星太多，不好调和。还有那个决赛魔咒，上届决赛点球输给了阿根廷，这届小组对手成色一般，真考验在淘汰赛硬碰硬。可连续2届进决赛，德国今晚一出局，他那半区更通畅。SSS 老马只给一个，法国当之无愧。第6个，瑞典，天赋是这批里最豪的，伊萨克，利物浦的一员中锋，约克雷斯，阿森纳的中锋，边路还有纽卡的埃兰加，名帅波特带队。可小组赛最后2场，俩大牌中锋一个球没进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最后是边锋埃兰加一脚弧线世界波，才把全队压线拽进淘汰赛。中后场远不如锋线华丽，临场把天赋变成进球的效率太低。上届2018进过8强，可22年压根没踢上，靠附加赛才回来的，起伏大，天赋顶配没拧成战斗力。瑞典 D 档第7个，科特迪瓦，大象军团刚在自己家门口捧了非洲杯，一批欧洲边路快马，曼联的阿马德·迪亚洛、莱比锡19岁的迪奥曼德，中场凯西扛硬度，年轻有冲击力，可锋无力是老问题。老中锋哈勒洛选后没了稳定支点，世界杯硬仗经验空白，队史头一回进淘汰赛。以前年年小组就回家，靠个人能力多过整体体现。非洲称王容易，世界舞台破冰难。科特迪瓦 D 的第8个，挪威，就看哈兰德，曼城头号杀器，本届进了4个，预选赛8场轰了16个。身边还有阿森纳队长厄德高，火力顶配，想进球就能进。可挪威28年没踢世界杯了，上次还是1998年，那会儿哈兰德还没出生，全队几乎零淘汰赛经验，深度也薄，末轮一轮换就被法国灌了4个，替补和主力差着档次。巨星拉满，班底带艳，像尘封快30年的老唱片换了个超级主唱，够猛，但稳不稳的画问号。挪威 B 档，黑马里的火力担当。第9个，墨西哥，另一个东道主，这届3战全胜，6比0一球没丢，史上头一回小组全胜。防守是本届最硬名片之一，阿基雷务实体系加上主场，可进攻太靠几个支点，顶在前面西门尼斯34了，碰硬队能不能打开是问号。对手南非、韩国、捷克成色一般，零失球含金量还得到淘汰赛验，更别提那道第7场诅咒，从1994年起连续7届世界杯全倒在16强这道坎上。墨西哥 B 档，主场和铁桶够，可那堵看不见的墙还在。第10个，厄瓜多尔，后防最硬，凯塞多在切尔西，帕乔在巴黎，埃斯图皮尼安在米兰，整条线5大联赛主力，身体对抗和后场出球在中游队里数得着。末轮2比1普拉塔绝杀诺伊尔，把4届冠军德国送走了。可锋无力，小组前2场一个球没进，还0比1输给科特迪瓦，把握机会不稳，一遇铁桶就闷平。22年小组没出现，24年美洲杯8强稳步上升的南美中间，防守扎实，能爆冷，锋无力封了上限。厄瓜多尔 C 档第11个，英格兰，纸面顶级，凯恩已是英格兰队使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人。身后皇马的贝林厄姆、图赫尔带队，阵容深度近年最后，还加了防守纪律。可这届高开低走，先4比2赢克罗地亚，后面对加纳0比0，对巴拿马才2比0，一碰摆大巴就凿不开，过度靠贝林救场。从1966到现在就一个世界杯冠军，欧洲杯还连续2届亚军，典型常年4强级，临门差一踢切，上限够 S， 可状态和观感都在西班牙之下。英格兰 S 档偏后。第12个，刚果金，上次踢世界杯还叫扎伊尔，1974年，52年才回来一次。当年那支让全世界记住的非洲队，后防硬，队长本巴领衔，预选赛平均每90分钟才丢0.6个球，踢法直接。纽卡的维萨加射手巴坎布吃速度和反击，可中场创造力薄，太靠反击和个人，碰控球强队就挨打。小组对葡萄牙、哥伦比亚2场都没赢，非洲杯常进4强，24年还拿了季军，世界杯却空白了半个世纪，能站这儿已是历史，离夺冠差太远。刚果金 F 档第13个，美国，东道主波切蒂诺带队，核心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，巴洛贡在摩纳哥单季打了19个，维阿在马赛，主力几乎全是欧洲一线级战力，主场加赛成红利，搅局没问题。
可命门是普利西奇带着小腿伤进的淘汰赛，上一场替补登场还中了一注，像个考前发烧硬扛进考场的尖子生。后防被土耳其赌秒绝杀过，缺真正世界级的中轴，大赛抗压资历也不足。22年止步16强，天花板普遍看在8强一线。美国 B 的第14个波黑，队史头一回进世界杯淘汰赛，老辣韧敢硬碰硬。头牌哲科是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，进了70多个，支点作用加定位球是套路。可哲科今年3月刚满40，还在首发扛枪，全队年龄偏老，速度和持续跑动跟不上，深度有限。0-4惨败，给瑞士就暴露了差距。2014是他唯一一次参赛小组就走人，之后缺席2届，这次时隔12年才回来，一个40岁的中锋还得当顶梁柱，上限被年龄锁死了。波黑 F 档第15个，比利时德布劳内、卢卡库、库尔图瓦当年吹成史上最强黄金一代那波，这大概是最后一支舞了。灵气还在，德布劳内的组织依然世界级。末轮5-1，证明火力一打开挺吓人。还有曼城的多库添新鲜冲击，可这批人该兑现却没兑现，这么豪华，最高就拿过个2018年的季军。这届前2场连着闷平，进攻迟滞，状态年龄都往下走。上届22年小组就被淘汰了。上线有德布劳内执 B 档，这场老同学最后的聚会想补上奖杯。男第16个塞内加尔，非洲之鹰，非洲杯冠军的班底，马内还在，身体速度对抗一流。中轴库、利巴利、马内、盖耶、门迪都打过硬仗，可核心老化，马内34了，主力大多在沙特联赛踢球。遇欧洲强队后防漏风，小组先连输法国、挪威2场就丢6个，一度命悬一线。末轮赶上对手早早被罚下少一人，才逮住机会灌5球，靠净胜球压线，状态起伏大，看人下菜。22年16强，21年非洲杯冠军，近年非洲最稳一档。身板硬能爆，可老化加遇强漏风，封了上限。塞内加尔 C 档第17个，西班牙卫冕欧洲杯冠军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一个皇马球员都没带，整队拿巴萨班底打天下。亚马尔佩德里、尼科威廉姆斯，中场厚度全赛事最深之一，控制节奏是看家本领。小组3场0封，可老毛病是面对摆大巴的低位防线控得住，凿不开。开门0-0被佛的脚逼平，对乌拉圭也才1-0。24年刚卫冕欧洲杯，是欧洲霸主，可世界杯进几届没再进4强，周内称王，世界杯还得证明。实力稳第3，跟法国、阿根廷前2名还隔着道坎儿。西班牙 S 档第3集团领头羊第18个，奥地利块难啃的硬骨头，朗尼克的德式高位逼抢，26人里14个在德甲踢球，跑起来能把你拖死。中场后多特的萨比策，拜仁的莱莫，莱比锡的鲍姆加特纳，可缺世界级前锋。顶在最前面的是37岁的阿瑙托维奇。逼抢碰强队体能和定位防守容易出漏子，小组被阿尔及利亚追成3-3。硬仗里临门一脚的终结力存疑。这代人头一回踢世界杯，上次还是1998。近2届欧洲杯进过淘汰赛，但走不远，下限不低，缺破局点。奥地利 D 档第19个，葡萄牙纸面夺冠级，曼城、巴黎一堆球星，B 席鲁本迪亚斯坐镇，还有2016欧洲杯冠军的底子，阵容深度全世界最好之一。可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：围着一个41岁的 C 罗建队行不行？ C 罗这是第6届世界杯史上头一个6届都进球的人，传奇拉满。但 C 罗依赖症摆在台面上，首战对刚果金，全队就3脚射门，0次创造机会。41岁碰高温高湿，防守稳定性也受质疑。16年欧洲杯冠军，可22年世界杯8强，恰恰是被摩洛哥淘汰的。天赋够顶，直 A 档。传奇谢幕还是拖累球队，2种声音一直打架。A 档里变量最大的就是他。葡萄牙 A 档第20个，克罗地亚吕利硬，连续2届世界杯，一个亚军一个季军，中场到现在还世界级。40岁的莫德里奇加曼城的科瓦契奇，控球、阅读比赛、点球大战的经验是招牌，韧性极强，能把你拖进加时耗死。可岁数是硬伤，莫德里奇都40，撑不了一场高强度全场。如今还从皇马转去了 AC 米兰，锋线缺顶级射手是多年老问题。
防线欲快速反击吃亏，被英格兰灌了4个。底蕴和韧劲配 C 档偏上，但再创一次奇迹被年龄打了折。克罗地亚 C 档第21个，瑞士。像他们国家的钟表精密稳定，几乎不出错。扎卡坐镇中场，阿坎吉领防，小组准点出现。24年欧洲杯还进过8强，谁也不容易赢他。可钟表不会自己冲锋，缺世界级终结点，进攻爆破力一般，首战才平了卡塔尔。进球不富裕，太靠扎卡和一帮老将，多少年天花板就卡在8强外，稳得住，直 B 档下沿，可上不去。瑞士 B 的第22个，阿尔及利亚，有马赫雷斯，个人能力顶级，技术流，边路突破加定位球，进攻有想象力。末轮一场3-3，他补时绝平，这一球还顺手把伊朗挤出了世界杯。可后防漏风，3场丢了6个，被奥地利补时绝平，心态忽上忽下，碰硬实力强的就现原形。0-3输给阿根廷。14年进过16强，是近年最佳。18-22连续缺席，上限高，下限也低，后防是硬伤。阿尔及利亚 F 档第23个，阿根廷 SS 档，仅次法国的超级大热，卫冕冠军，世界排名第1，小组又是全胜，招牌是梅西。这大概率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，可他不是来告别，是来接着改写历史课本的。本届小组就进了6个，世界杯生涯总进球到19，历史第1，还成了世界杯史上头一个连续7场都破门的人。锋线劳塔罗、阿尔瓦雷斯双保险，阵容公认本届最有深度之一。为啥压在法国底下进不了 SSS？ 也有实在理由，整体偏小，快灵，技术流。在这个遍地肌肉大块头的杯赛里硬碰硬，吃点亏。万一梅西被锁死，得有个 B 计划才能破局。要不是法国这届实在太猛，这 SS 的位置，阿根廷真有的争。第24个，佛得角，一个童话大西洋上的岛国，全国人口才50来万，比咱很多地级市一个区的人还少，极团结，防守组织扎实。门将沃辛尼亚一战封神，处子秀首战0-0逼平了欧洲冠军西班牙，小组3场全平，愣是踢进了淘汰赛，成了世界杯淘汰赛史上人口最少的国家。可硬实力就是这故事的天花板了。球员多来自非5大联赛，队长还在土耳其的低级别联赛，深度有限，进攻效率低，3场才进俩，全是平局。下一场就碰卫冕冠军阿根廷，碰梅西，极难创造机会。论夺冠是 F 档，可这一段值全场起立鼓掌。佛得角 F 档第25个，哥伦比亚，像个2个人的乐队，拜仁的路易斯迪亚斯飙吉他，是世界级的单兵爆破点。34岁的 J 罗写谱，创造力还在。俩人状态一来，全场起立。小组头名出现，逼平过葡萄牙，能跟强队掰手腕。24年美洲杯亚军，可太靠这俩，中锋一直是个荒。对刚果金靠后卫绝杀，对葡萄牙的进球还被吹了，俩核心一哑火，整队就没声。这一轮赛前还是自由身，缺稳定的状态。14年8强是队史最佳，18是6强，2没晋级，有世界级爆点加美洲杯亚军底子，直 B 档前沿，可中锋荒和过度依赖个人够不到顶级。哥伦比亚 B 档第26个，加纳。一提加纳，老球迷都想起201那个夜晚，苏亚雷斯门线上手球，加纳罚丢点球，差一脚就成了史上头一支进世界杯4强的非洲队。传统底蕴在锋线有伊纳基、威廉姆斯，刚去曼城的塞门尼奥，速度和冲击是特点。可这届最大的硬伤是头号球星库杜斯因伤无缘，进攻一下断了只胳膊，创造力大打折扣，锋线把握机会也差，3场才进俩，打法偏个人，缺体系。11年是历史最佳，22年小组垫底出局，底蕴在可缺了库杜斯，只能靠拼劲搏一把。加纳 F 档第27个，澳大利亚。袋鼠军团典型硬度够，天赋缺，肯跑肯拼，身体对抗强。定位球是一招，有近2米的高中卫苏塔尔，队长门将瑞安要踢第4届世界杯，追平队史纪录，务实团队作战，可缺顶级个人能力，进攻办法不多，3场才进俩。26人里17个是头回踢世界杯，硬仗经验薄。苏塔尔跟腱重伤躺了快500天，才刚复出。上届22年进过16强，被阿根廷淘汰。亚洲算稳定强队，能咬人，可上限低。澳大利亚 D 档最后一个，埃及有萨拉赫，还有曼城的马尔穆什，双星驱动。
萨拉赫这届进了3个，成了埃及世界杯史第1射手，国家队总进球离队史纪录就差1个。而那纪录的保持者正是现在站在场边的主教练，徒弟追师傅，有味道。可全队对萨拉赫依赖太重，他末轮被早早换下，健康还得观察，他不在状态，上限立马打折。要说埃及弱，那也冤了他，人家是非洲杯夺冠最多的，7座冠军，还拿过3连冠，是正经的非洲霸主。他真正的短板在世界杯这个舞台，统共才来过4次，2双1-8，3战全败。直到这一届才赢下队史世界杯头1场球，经验薄又太吃萨拉赫一个人。有巨星，缺的是世界杯的整体厚度。埃及 D 档好，从最先出场的加拿大到压轴的埃及，28支队一张完整的夺冠热门榜，老马给你从头排到尾了。法国一家独大稳坐 SSS， 阿根廷紧追梅西的末届还在封神，守着 SS， 西班牙、英格兰把着 S， 巴西、葡萄牙黑马转正的摩洛哥撑起 A， 再往下。东道主美国、墨西哥、哈兰德的挪威这些黑马藏在 B 档，随时能坑你一个大热门。而德国、荷兰俩传统豪门今晚已经手拉手回家了。这张榜不是刻在石头上的，今晚、明天还有一堆球要踢，谁爆个冷，谁掉了链子，这上头的球，老马接着给你往上挪、往下拽。所以这张榜你服不服？谁被我高估了，谁又被低估了？这届冠军你压谁？是法国终结决赛魔咒？梅西封神收尾，还是哪匹黑马一黑到底？评论区扣出来，咱哥几个好好唠唠。觉得老马这8分过瘾，点个赞订阅。第一次看球，往后每天的世界杯，老马接着陪你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